为了赚钱，我在本市最顶级的水云间美容会所当了一名盲人按摩师。来这间美容会所消费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富太太，因为我看不见这些富太太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她们会当着我的面换衣服、打电话，跟闺蜜分享自己包养的小鲜肉，或者痛骂在外头养小三的死鬼老公。她们甚至会有意无意的用身体的丰满蹭过我的手臂，带着一种试探和变态的刺激感。在她们眼里，我只是个工具。我每个月小费就能拿到5、6万，我还清了债，攒了一笔钱。我以为这种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上周三下午，首富沈耀邦的妻子苏兰点了我。苏兰脱得只剩下一条真丝浴巾，趴在按摩床上。我像往常一样用温热的精油推拿着她的肩颈。就在我按到她腰际的穴位时，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她把我拉到面前说道：别装了，阿哲，我知道你看得见。灼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耳廓上，却冷得宛若冰。我的心瞬间漏了一拍。之后听到她继续说道：帮我勾引个人，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我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但我立马反应过来。苏太太，你在开什么玩笑？我5岁发了一场高烧，视觉神经损坏了，什么都看不见啊！苏兰冷笑了一声。不承认吗？我瞥了一眼，大脑轰的一声炸开了，上面是我在附近巷子中用手机回复消息的画面。苏兰慢条斯理地拢了拢浴巾，将双腿交叠看着我，同时面带丝丝威胁地继续说道：这部新款手机的防脱窥膜贴得不错，可惜你没防住对面2楼的摄像机。我将地面上的照片捡起，正想着怎么解释，就听到苏兰说道：100万，或者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你们老板，再顺便发给那些经常在你面前换衣服的富太太们。你猜他们的保镖会不会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我认栽了。我缓缓摘下了墨镜。你想让我勾引谁？苏兰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低头看向照片，难以置信。这是沈耀邦在外面养的金丝雀，也是他最宠的小三。在看清照片中的人脸后，我的血液仿佛逆流了。照片上那个穿着礼服、笑得自信的女人，竟然是林夏。林夏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绕了一圈，苦涩的让人作呕。3年前，她还是我那个挤在城中村出租屋里跟我一起吃泡面，发誓要一辈子在一起的初恋女友。后来我爸生病住院，急需30万手术费，我迫不得已去求她，她却把门反锁了，始终不愿意见我。我焦急地在门外敲门，多么希望她可以回应，就算是拒绝也比不见面更能令人安心。第2天，她坐上了一辆老男人的保时捷，只给我留了一条短信：陈岩，我穷怕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为了还旧我爸借的高利贷，我才迫不得已改名换姓，跑到水云间装瞎子。没想到3年后，命运兜兜转转，他竟然成了首富沈耀邦的小三。我要你用盲人按摩师的身份接近他，让他彻底爱上你，为你疯狂，为你拍下那些见不得光的视频。沈耀邦有严重的洁癖和占有欲，如果他知道自己养的鸟不仅偷汉子，还偷个瞎子按摩师，林夏会被剥夺一切，滚出沈家。报复与威胁交织在一起，我抬起头说道：成交。3天后，机会来了。林夏点名要会所里手法最好的盲人师傅。林夏进来后，我闻到了熟悉又作呕的香水味。林夏比3年前傲慢了许多，但她没认出我。你就是阿哲师傅，听说你按得很舒服。因为我乔装了自己。是的，林女士，请您换好衣服，趴好，然后告诉我哪里不舒服。我压低了嗓音说，而后我听见了脱衣服的声音。他毫无顾忌地把衣服随手扔在地上。当我触碰到他的后背时，我能感觉到他舒服地叹了口气。当年他工作结束后腰酸背痛时，都是我给他按摩放松的。这3年我健身、留胡渣、戴上墨镜，只保留了这按摩手艺。对，就是那里，好舒服。接下来整整半个小时，我在他身上施展了全部的技巧。陈岩师傅，你说做女人多难，跟了个有钱的老头子，外人看着风光，可他那个年纪，1个月能碰我几回，守活寡似的。我翻了个白眼，他居然在抱怨沈耀邦不行。正当我继续按摩时，他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死死按在我手背的疤痕上。那是当年出租屋起火，我为了救他留下的。林夏声音颤抖地说道：你这块疤是怎么回事？你真名叫什么？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暗道不好。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一旦被他认出，苏兰的计划就会泡汤，等待我的只有死路一条。我强压下慌乱，回答道：林女士，怎么了？我叫阿哲。这块疤是我10岁那年在孤儿院不小心打翻了热肠锅烫的，是不是吓到您了？林夏没有说话，包厢里死一般寂静。他站起身，脸靠近我，突然他的手在我的眼前猛地挥了一下，
我死死盯住正前方的墙壁，眼皮连一丝颤动都没有。庆幸自己训练了3年。没什么，认错人了。他趴了回去。我以前认识个窝囊废，也有一块这样的疤。我听到窝囊废，手下的力道下意识重了一分。阿哲师傅，你手劲儿真大，不像我家那个老不死的，中看不中用。阿哲，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怀孕了，但不是沈耀邦的。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林夏居然出轨怀孕了。下班后，我在更衣室换衣服，苏兰不知怎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她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阴森的笑。录音我听到了，她凑到我耳边说：“计划有变，我要你想办法让她意外流产。”听到这句话后，我缓缓转身，面对着苏兰，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我转过身，声音里透着愤怒：“流产？这不可能！我是个按摩师，不是杀人犯，哪怕是见不得光的野种，我也绝对不碰。”苏兰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拒绝，她掏出一张纸，随意的打开。陈岩是吧？你当年借高利贷救你父亲，虽然本金还清了，但按照道上的规矩，利滚利，你还欠着刀疤强80万。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瞬间难看。巧了，刀疤强上个星期刚被沈耀博的安保公司收编。你说，只要我一句话，你今晚下班后是会少一条胳膊，还是少2条腿？看到我的脸色，他笑得更深了。我死死攥着拳头。苏兰从一开始就调查得清清楚楚，我根本没得选。只要你按中了几个穴位，加点活血化瘀的精油，一个瞎子失手造成的意外，没人会怪你。事成之后，100万，加平掉你所有的账。我闭上眼妥协了。好，我做。苏兰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满意的离开了。很好，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在林夏下次来之前找到破局的办法。第2天下午，苏兰又来做理疗，我正戴着墨镜，心情沉重的为她做着肩颈放松。包厢里安静的只有精油推拿的摩擦声。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就在我还在思考如何破局时，包厢的实木门被人一脚粗暴的踹开，一个满脸阴霾的男人大步跨了进来，他的身边还跟着2个职业保镖，他正是首富沈耀邦。听到动静后，苏兰起身看向了声音来源，发现是沈耀邦，他慌了，我心里大骇，赶忙装作一个惊慌失措的瞎子，在后退的过程中，不慎将旁边的精油瓶打翻在地，洒了一地。沈耀邦根本没理我，他径直走到按摩床边，一把掐住了苏兰的脖子。贱人，你以为你在背后查林夏的事我不知道？我警告过你，认清你沈太太的位置，再敢动林夏一根汗毛，我让你死得很难看。我戴着墨镜缩在一旁，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沈耀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几粒红色的药丸，他粗暴地捏开苏兰的下巴。苏兰不断挣扎，却无济于事。沈耀邦硬生生塞了一粒药丸进入苏兰的嘴里，逼着他咽了下去。咽下去。这药能让你这几天都乖乖躺在床上，没精力去管我的闲事。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转向了我。这瞎子一直在房间里。沈耀邦一步步朝我走来，脚步声像催命的鼓点。沈耀邦，他就是一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是吗？沈耀邦阴恻恻地问道，而后对着苏兰说道：“我这个人从来不留活口，除非他真的是个废人。”话音刚落，我听到咔嗒一声金属弹开的脆响，沈耀邦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弹簧刀，不断向我靠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而苏兰担心计划泡汤，沈耀邦的刀不断在靠近，那把刀刃距离我越来越近。瞎子，你要是敢眨一下眼，我就真把你这双眼珠子挑出来当配菜。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心脏狂跳的几乎要撞破胸腔。我告诉自己，我是个瞎子，我什么都看不见。刀尖几乎已经触碰到了我的皮肤，我强迫自己的瞳孔保持目光呆滞，看向虚空，足足僵持了10秒钟。沈耀邦收回了刀子，真是个死瞎子，算你命大。他看都没看苏兰一眼，带着2个保镖大步离开了包厢。我缓缓撑起身体，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如同瀑布般砸在地板上。苏兰蜷缩在地上，痛苦地抠着自己的喉咙，试图把那颗红色的药丸吐出来，却无济于事。我踉跄着起身，想要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逃命似的前往员工更衣室，见识到了沈耀邦的狠毒。苏兰的计划一旦暴露，我会被沈耀邦碎尸万段。我颤抖着双手，
手忙脚乱地换下工作服，准备跑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接收到一条信息，是一个短信。我点开屏幕，看清内容的瞬间，只觉得绝望。上面写着：演技不错，今晚12点，地下车库 B3层等我，不然我就把你装瞎的证据发给沈耀邦。那条短信就像一道催命符，死死贴在我的脑门上。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不去，我装瞎的视频就会传进沈耀邦的手机里。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12点的停车场。墙角水管滴水的声音敲击着我的神经，我没带盲杖，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车库 B3层。突然，正前方2道刺眼的车灯猛地亮起，远光灯瞬间剥夺了我的视觉。我本能的抬手挡住眼睛，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帕拉梅拉停到我面前，车窗缓缓降下，传出一道慵懒的声音：上车。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联系我的竟然是林夏。犹豫过后，我还是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我看着林夏，而后移开视线，但林夏并没有看我，而是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圈吐在我的脸上。我嫌弃地扭过头，我刚要开口装傻，假装自己和林夏只有过一面之缘，他突然伸手一把扯掉了我脸上的墨镜，让我慌了一瞬。陈岩，别装了，你真以为虎口上一块烫伤的疤就能糊弄过去？你碰到我后背脊椎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是你。你那套推拿手法，我当年在出租屋里享受了3年，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夏，意识到原来在接触的第一时间就暴露了。当务之急是解决视频的事情，这将是我能否活下去的关键。我的大脑轰的一声陷入了彻底的空白，林夏竟然早就认出我。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询问视频证据。那你说的证据？监控不止苏兰那个老女人会装。林夏冷笑一声，从包里拿出一个针孔摄像头猥琐储存卡丢给了我。他以为在水云间收买几个人就能监控我，他不知道我早就买通了包厢的保洁。我本来是想拍苏兰跟其他小白脸的丑事，没想到拍到了你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转的画面。陈岩，你为了躲高利贷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我咬着牙，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压低声音质问：你既然认出我了，为什么要在包厢里装作不认识？你到底想干什么？因为苏兰找你对付我，正中我的下怀啊。陈岩，苏兰那个蠢货以为我怀的是外面的野种，其实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姓沈。废话，你不就是沈耀邦的小三吗？不姓沈难道姓林吗？林夏笑得花枝乱颤，眼泪都快出来了。不，孩子是沈耀邦的大儿子沈浩。我不仅要沈耀邦的钱，我还要当沈浩的合法妻子，顺理成章地吞下整个沈氏集团。苏兰是最大的绊脚石。陈岩，帮我弄死苏兰，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万，再送你出国。如果不答应，我现在就把你装瞎的视频发给沈耀邦。最坏的结果是你去揭发我的秘密，同时沈耀博相信你，决定连我一起杀。但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必死无疑。我意识到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人了。当年那个连买杯奶茶都要跟我一人喝一半的单纯女孩，现在不仅出卖身体傍上首富，还怀了首富儿子的种，甚至要杀人。但我没得选。好，我帮你。很好。苏兰被沈耀邦喂了精神类药物，现在只能瘫在家里。他明天一定会叫你去给他做理疗舒缓神经，把这个混在精油里，通过穴位按进他的皮肤。这东西无色无味，只会诱发急性心梗，法医绝对查不出是他杀的可能。第二天下午，我带着盲杖，苏兰的司机接我前往沈家的其中一处独立别墅。这是我第一次踏入这间豪宅，一路上心情格外复杂。苏兰面色惨白地趴在大床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铁娘子，现在虚弱得像一条濒死的鱼。她着急地问我：夏子，林夏那个贱人的事，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我打开了精油瓶。苏太太已经在安排了，您先放松。而后我将林夏给我的毒液倒在了掌心，双手涂抹均匀。就在我的双手即将触碰到苏兰后背的致命穴位时，苏兰突然发出一声惨叫，猛地喷出一股血，溅在了我的衣服上。她抓着我质问：你在精油里放了什么？我都没碰到她。我彻底懵了。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男人拍着手走了进来。苏阿姨，精油没毒，有毒的是你每天喝的燕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来回看着两人，最后盯着年轻男人。我认出他是谁了。走进来的男人正是沈耀邦的儿子沈浩。苏兰在床上疼痛难耐，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在床上痛苦抽搐、大口吐血的苏兰，说道：“苏兰，想和我分沈家的家产，你做梦去！”沈浩的眼里满是病态、疯狂的报复快感。苏兰瞪大了眼睛，指着沈浩，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咯咯的血泡声，无力的倒下。沈浩不屑再看苏兰，转身看向戴着墨镜、呆立在一旁的我：“你就是那个瞎子阿哲吧？林夏跟我提过你，演技不错。林夏让你下的药只是普通的红花油，杀人的事怎么能脏了我们的手呢？”而后他从口袋里掏出1叠美金，随手砸在我的脸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大声呼救。我爸的监控正看着这里，他只会看到你在给苏兰按摩时，苏兰突发恶疾。原来林夏给我的药只是个试探，这对狗男女早就给苏兰下了慢性毒药，今天只是毒发而已。他们拿我当挡箭牌，还想让我成为目击证人。还不快喊！沈浩催促我快点，继续说道：“等苏兰死透了，沈家就是我和林夏的，少不了你的骨头啃。”我强压下恨意，跪在地上大喊：“来人啊！苏太太吐血了，快叫救护车！”沈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久，保镖就进入房间。苏太太有危险，快叫救护车！在一片混乱中，我透过墨镜死死盯着沈浩那张得意的脸。他们以为我是一条听话的狗，但我陈言发誓，绝不给人当垫背的死鬼。苏兰没死成，但因为重度引发了脑卒中，成了植物人，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沈耀邦对外宣称妻子突发疾病，顺理成章地将苏兰的股份全部代管。而我因为是瞎子，又在第一时间呼救，反而被沈耀邦留了下来，成了沈家专属的理疗师。沈浩和林夏相互密谋，商讨计策，最后决定让我帮他们监视沈耀邦，窥探他们不知道的信息。但他们还没意识到，我表面顺从，背地里却正在疯狂寻找翻盘的筹码。这天，沈耀邦喝得酩酊大醉，在书房里点名让我去按头。他闭着眼睛躺在真皮沙发上，浑身散发着酒气。我杵着盲杖来到沈耀邦身边，我一边替他揉捏着太阳穴，一边用余光扫视着沙发前的茶几，上面散落着一些文件。鸭子，你说这女人是不是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沈董，我患有眼疾，看不见美丑，也不懂女人的心思。沈耀邦翻了个身，脚不小心碰到茶几，上面的文件掉了下来。把地上的东西给我捡下来，放好。我假装摸索着蹲下，手触碰到了那份报告。我迅速拨开折叠的文件，凭借着极佳的视力，哪怕戴着宽大厚重的墨镜，我也能看清。我扫了一眼病历的诊断结果，心脏就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上面写着重度无精症诊断报告。沈耀邦绝育20年了，那沈浩是谁的儿子？我在脑海中疯狂拼凑着线索。苏兰想铲除林夏的孩子，跟林夏一起争家产。不仅林夏怀的是野种，就连沈浩也不是沈耀邦的亲生儿子。但为什么沈浩和苏兰的关系这么差？难道沈浩也不是苏兰的孩子吗？我小心翼翼地将文件重新塞回盒子里，松了口气，抬手擦了擦冷汗。我的手心全是汗。而后我将文件盒放回桌上，看着熟睡的沈耀邦，我意识到沈耀邦是个彻底的可怜虫。沈浩和林夏还做着春秋大梦，但现在关键信息掌握在我的手里。3天后，林夏借着做美容的由头，再次把我叫进了水云间的 VIP 包厢。她容光焕发，脖子上戴着沈浩刚送的鸽子血红宝石，艳词女主人自居。我迈步走进包厢门口，来到林夏面前。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点头哈腰，而是慢条斯理地摘下了墨镜，拉过一把椅子，直接坐在了他面前。陈岩，明天晚上沈氏集团举行慈善晚宴，苏兰那个老不死已经废了。沈浩安排了人在晚宴上宣布我怀孕的消息。林夏，500万太少了，我要2000万，外加一张今晚飞温哥华的机票。林夏猛地起身说道：“陈岩，你穷疯了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我没着急回答，而是缓缓起身，走到他身边，慢慢说道：“因为我知道，沈耀邦10年前就绝育了。你猜，如果沈浩知道他自己也是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根本没有沈家的1分钱继承权，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值不值钱？”说完后，我重新坐了回去，而林夏瞬间失去血色，犹如见鬼一般盯着我。林夏抓住我的衣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从哪儿听来的疯话？”小声点儿！沈耀邦书房的体检报告我亲眼看过的。你们费尽心机想弄死苏兰，却不知道苏兰守着这个秘密瞒了沈耀堂整整20几年。沈浩不过是个假太子，你以为你抱上大腿了？你们在沈耀堂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恐惧彻底击垮了林夏的心理防线，他连滚带爬地抱住我的大腿，哭了起来。陈岩，陈岩，你
严哥，你救救我！你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沈耀庞如果知道，他会把我和沈浩活埋的。我把我所有的首饰都给你，我还爱你啊，陈岩。看着他为了活命，竟然开始勾引我，我只觉得无比的恶心。这就是我曾经想拿命去护着的女人。我一脚踢开他，说：“2000万，一分不能少，今晚就要转入我的海外账户。”说完后，我转身准备去拿我的墨镜。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打开，门后竟然逐渐显现出苏兰的身影。我听到动静后，猛地回头，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兰。她歪着半瘫痪的脸，坐在轮椅上，被保镖推进包厢内。看着苏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我面前，手里竟然还拿着枪。瞎子，你话太多了。子弹擦着我的脸颊飞过，在我的脸上划出一道血口。林夏慌忙地躲到了按摩床底，像一只吓破了胆的老鼠。苏兰坐在轮椅上，她的手异常稳定地握着枪，枪口还在冒烟。她身后的保镖面无表情地将门反锁。你们以为我真的贪了？林夏那个贱人真是好算计，但我不会死的。我从地狱爬出来，就是为了看林夏那对狗男女和你这个瞎子怎么死在我面前。我的大脑在疯狂运转，苏兰根本没有完全瘫痪，她一直在装。苏阿姨，不关我的事啊，是林夏和沈浩要害你，我只是个被胁迫的瞎子啊。瞎子，你一双眼睛把沈家的秘密看得比谁都清楚。沈耀邦绝育的事，谁也不能知道。今天你们俩都得死在这间屋子里。就在苏兰即将开出第二枪时，林夏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从床底溜了出来。他朝着苏兰快步走去，顺手将工具柜台上用来做理疗的助燃精油拿走。林夏抓着精油一路小跑，在苏兰开枪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转过头，和苏兰一起看向林夏，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林夏将精油猛地丢出去，老太婆，我和你拼了！精油瓶精准地砸到了苏兰，碎裂后，一股刺鼻的液体泼了苏兰和保镖一身，紧接着朝苏兰丢出打火机。苏兰发出凄厉惨绝的嚎叫，原本对准我的手枪也掉落在地。他像一个燃烧的火人一样，在轮椅上疯狂挣扎、喊叫，拍打着身体，试图熄灭火焰。那个保镖也被火势波及，痛苦地倒在地上打滚。火势迅速蔓延到易燃的地毯和沙幔，整个包厢瞬间化作一片火海。房间内充斥着苏兰和保镖的惨叫。陈岩，快跑！林夏拽着我的胳膊，但我死死盯着那把枪，那是证据，也是自保的筹码。我挣脱开林夏的手，一个箭步跑过去，一把将滚烫的手枪拿起，迅速放进口袋，折返回来。走！我反客为主，拉住他的手腕，踹开包厢门，冲进了浓烟密布的走廊。我们两人剧烈的咳嗽着，跌跌撞撞的寻找出路。没过多久，我们就逃出了水云间。刚出水云间大门，我们就听到了远处消防车的鸣笛声，应该是包厢内的火灾警报器的触发了。我们躲进阴暗的巷子里，心有余悸的在远处观望。几辆消防车迅速到达火灾现场，从车上下来几名消防员，展开了救火行动。看着那座金碧辉煌的会所被大火吞噬，苏兰似乎和他的秘密一起留在了那里。但我知道事情还没结束，苏兰的死肯定和沈浩脱不了干系，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林夏大口喘着气，庆幸劫后余生。苏兰死了，我们安全了。陈岩，只要你不泄露，沈浩就是唯一继承人。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说：“闭嘴！”林夏，你到现在还在做梦？你以为沈浩会不知道苏兰带枪来杀我们？沈浩才是那个躲在背后借刀杀人的人。陈岩，你什么意思？沈浩早就知道你跟我以前的关系，他故意让你来找我下毒，又故意放出苏兰瘫痪的消息，就是为了引诱苏兰露出破绽，同时除掉你和我。你怀着他的种，对他来说是个定时炸弹，他只要财产，不要你这个累赘。林夏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坐在地上，捂着脸绝望痛哭。就在这时，几道刺眼的强光闪过，紧接着4、5个穿着黑西装，手里拿着甩棍的壮汉包围了我们，为首的正是那个曾经扬言要废了我的刀疤强。瞎子，跑得挺快的啊！我们沈少爷有请。一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摸了摸腰间的那把手枪，强压下恐惧，还没等我开口，
刀疤强一棍子砸在我的后背上，瞬间传遍全身，我眼一黑，直接被他们像拖死狗一样戳进了一辆面包车里。刀疤强回头对林夏说道：“忘了这儿还有一个。”当我再次醒来时，我被绑在一把铁椅子上，头顶是一盏昏暗摇晃的白炽灯，四周是水泥墙，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不远处，林夏被吊在半空中，浑身湿透，意识模糊的低吟着：“醒了，瞎子。”沈浩缓缓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忙装作瞎子，假装看不见沈浩，四处张望。沈浩朝我走来，丢掉了手中的酒杯，说道：“别演了，陈岩，我知道你的眼睛没有问题，我也知道你看了我爸书房里的那份体检报告。其实，那份报告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我的大脑轰的一声炸开了，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而沈浩却突然大笑了起来。他转身说道：“你以为你发现了沈家的惊天大秘密？爸绝育的事儿，我8岁那年就知道了。苏兰那个蠢女人，以为自己瞒天过海，却不知道我爸早就知道我是个野种。”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继续说道：“我爸是个真正的疯子，他知道苏兰偷人，但他需要一个继承人来掩盖他不能生育的丑闻，所以把我留了下来。但他立了遗嘱，一旦他死了，沈家所有的财产都会捐给慈善机构，我1分钱都拿不到。”沈浩喊道：“我像狗一样讨好他，他却要把我扫地出门，所以他必须死。”沈浩异常激动的情绪让我意识到，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沈浩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神经上，比我想象的更疯狂。你杀了苏兰，现在又想要杀沈耀博。杀苏兰的人是你和林夏，是你们在水云之放火杀了苏兰，而杀我爸的人将会是你，陈岩。刀疤强，刀疤强拿出透明袋，里面有一把带有沈耀邦指纹的枪。你替我办件事儿，明天晚上我爸会去郊外的半山别墅见一个神秘女人，你带着这把枪潜入别墅，一枪打死她，伪造成她自杀的假象。事成之后，我给你5000万，安排你偷渡去东南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就把林夏的肚子剖开，再把你切碎了塞进去，然后一起丢到黄浦江。我转头看向林夏，他气息虚弱，表面没问题，但我知道他们喜欢用药折磨人，我受制于人，只能答应。好，我做。沈浩很满意，让人解开绳子。解开吧。而后刀疤强解开我的绳子，我心里清楚，无论我做不做，沈浩都绝不会留活口。一旦沈耀邦死了，我就是那个唯一的替罪羊。我缓缓站起身，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对他们说道：“沈少，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听到我的话，沈浩和刀疤强同时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了从火灾现场带出来的那把手枪，直接抵在了刀疤强的脑袋上。你真以为我陈岩是个任由你们揉捏的瞎子？沈浩此刻既紧张又震惊，努力克制着情绪。这一瞬间，地下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谁都没有轻举妄动。沈浩的脸色异常难看，没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有枪。别冲动，有话好说。我将枪口死死抵在刀疤强的脑袋上，我不知道这把枪里有没有子弹，但我现在只能赌。陈岩，你疯了吗？把枪放下，这里都是我的人，让你的人退后。我的手指紧紧扣着扳机。沈浩，让你的人把林夏放下来，然后把门打开。陈岩，你敢开枪，今天你和林夏都会被打成筛子。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死之前拉上沈家大少爷垫背值了。我的疯狂镇住了沈浩。解开。这种娇生惯养的公子最怕我这样的亡命之徒。沈浩的保镖把林夏手上的绳子解开，林夏瘫坐在地，异常虚弱，但我并没有让他休息的打算。我催促他快点去开门。起来，去把门打开。林夏虚弱的起身，走向了大门。因为身体状况糟糕，林夏走得跌跌撞撞。就在门被打开的瞬间，突生变故，刀疤强突然暴起，我的身体被击退，胸口传来了剧烈的痛感。一声枪响，墙上的灯泡碎裂，子弹没有打中刀疤强。给我弄死他！沈浩咆哮着下达命令，我一脚踹开刀疤强，抬手将枪砸向旁边的保镖，一个翻身准备冲出铁门。陈岩，救救我！我愣住了，我本可以一走了之，但看着那个利用我的女人，我脑海中闪过的
竟然是3年前我们一起生活的画面。我心里暗骂了一声，随后抄起地上的铁棍砸在保镖身上，让林夏成功脱身。走！我一把扯过林夏，拉着他拼命冲出了地下室。外面是一片荒废的烂尾楼工地，天已经黑了。大雨倾盆，身后的手电筒光柱像死神的镰刀。刀疤强带着人紧追不舍。逃跑过程中，林夏突然脚下一软，摔倒在地。陈言，我不行了，我肚子好痛。我看向林夏，他捂着肚子微微颤抖，一股鲜血顺着林夏的大腿流了出来。沈浩的野种终究没保住，沈浩还是成功了。这个孩子是让沈耀邦对付沈浩的筹码，如今孩子没了，沈浩只会更加肆无忌惮。我的心情逐渐烦躁了起来，而林夏此刻越来越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别管我了，陈言，你走吧。林夏绝望地看着我，与此同时，身后的追兵不断靠近。我看着蜷缩在地面的林夏，内心纠结一番后，冲到林夏身边，将林夏抱起。要死一起死！我救的是当年的林夏，那时没能力让你幸福。今晚之后，我们两清。我抱着他冲进了一片茂密的防风林，因为地形复杂，视野昏暗，追兵暂时失去了我们的具体位置。我小心翼翼地将林夏放进水泥管内避雨。此时林夏虚弱无，如风中残烛般，随时可能丧命。我把外套脱下，披在他身上，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流失。我意识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两条毒蛇互相撕咬。我拿出手机擦了擦上面的水，勉强能使用，还有微弱的信号。我颤抖着手拨通了在沈耀邦书房偷偷记下的私人加密直线电话，电话通了，对面传来沈耀邦低沉的声音：“谁？”申栋，晚上好，我是那个瞎子阿哲。如果你想知道今晚是谁在半山别墅埋伏了杀手要你的命，如果你想知道苏兰死前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惊喜，半小时后带上1000万现金，一个人来西郊废弃水泥厂。沈耀邦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一言不发。申董，你最好一个人来，否则明天的头条就是沈家父子自相残杀的丑闻。挂断电话后，沈耀邦轻轻敲着桌子，正在想着什么事情，而我此时已经把手机电池抠了出来，扔进了脚边的水洼里。而后我回过头，将已经昏迷的林夏轻轻抱起，准备离开防风林。我将他带到了楼上，找了一处隐蔽的角落，轻轻将他放下。奄奄一息的他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我握着那把已经没子弹的枪，隐蔽在2楼一处断壁的后面，观察着下方，等待沈耀邦的到来。凌晨2点，出现了2道的车灯，一辆迈巴赫停在水泥厂空地上。沈耀邦撑着一把黑伞走下车，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银色密码箱。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真的只带了2个贴身保镖。瞎子，我来了，钱在这里，滚出来！沈董好胆量，你儿子沈浩今晚在半山别墅埋伏了4个杀手，就等着你过去赴约。那把准备爆你头的枪，甚至还提前印上了你的指纹，准备伪造你畏罪自杀的假象。你以为我会信一个瞎子的挑拨离间？我儿子就算再废物，也不敢要老子的命。是吗？那如果他知道你10年前就已经绝育了，如果他知道自己连沈家的一根毛都分不到，你猜这只养了20多年的白眼狼敢不敢咬断你的喉咙？沈耀邦的手猛地一震，透过楼房的回声，他清晰地听到了每一个字。就在这时，水泥厂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车辆疾驰的声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只见几辆破旧的面包车冲进了废弃水泥厂的空地内，刺眼的车灯划破了雨夜，将沈耀邦等人围了起来。几辆破旧的面包车粗暴地撞开了水泥厂生锈的大铁门，把那辆迈巴赫以及沈耀邦和他的2个保镖死死堵在了车辆中间。刀疤强带着10几个手持砍刀和钢管的打手，像饿狼一样冲下车，他们是跟着我留下的血迹一路追。可当刀疤强看清迈巴赫车前站着的人时，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老爷！沈耀邦看着这群杀气腾腾的打手，瞬间就明白他养的好儿子真的派人来杀他。强子，谁给你的胆子，带人来堵我？刀疤强下意识地摸出手机，我躲在2楼看得一清二楚。屏幕亮起的瞬间，上面赫然是沈浩发来的短信，不管是谁，格杀勿论。刀疤强顿时凶光大盛。老爷，对不住了，少爷说沈家该换天了，给我砍死他！保镖毫不犹豫地拔枪射击，一个打手应声倒地。狭窄的废弃厂房里，瞬间爆发了一场极其惨烈混战。
我躲在2楼，悄悄等待时机。枪声、惨叫声，利刃砍进骨肉的沉闷声，混杂着狂风暴雨，让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沈耀邦的2个保镖快速撂倒进出的几名壮汉，动作行云流水。沈耀邦虽然也拿枪反击，但架不住刀疤强，人多势众。黑暗中，我看到沈耀邦的大腿被一把飞过来的砍刀狠狠落中，他惨叫一声，半跪在泥水里，手里的银色密码箱滚落在一旁。我像一只蛰伏已久的壁虎，顺着2楼生锈的铁管悄无声息地滑落，趁着双方杀得眼红，一个翻滚扑向那个密码箱，拿起来就朝外面跑去。沈耀邦捂着流血的大腿，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被我当成了诱饵。瞎子！我快速远离战场，还不忘回头嘲讽沈耀邦。多谢沈董的慷慨！我不敢停下，快速来到林夏藏匿的那栋楼。林夏，钱到手了！我激动地朝着林夏跑去。我带你去看医生。然而，当我看见林夏的那一刻，彻底愣住了。林夏握着一块锋利的碎玻璃，深深刺入了他的颈动脉，鲜血不断涌出，染红了他的身体。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你在干什么？我跑到林夏面前，手足无措地看着林夏，心情五味杂陈，一时慌了神。别白费力气了，陈岩，抱歉，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我活不成了。你疯了吗？明明就要成功了，钱也到手了，马上就能逃走了。逃不掉的。陈岩，你以为3年前你爸生病，你去借高利贷，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我愣住了，只听林夏继续说道：是沈浩，沈浩看上了我，他说只要我离开你，只要我把你逼上绝路，他就让我做人上人。那个高利贷的刀疤强，是我介绍给你的。我如遭雷击，呆呆地跌坐在泥水里。原来我这3年装瞎受辱，拼命还债，不敢有一丝的脾气与反抗，甚至我爸因为没钱治病而死。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我最爱的女人亲手为我挖的坟墓。陈岩，我太想过好日子了，现在报应来了，孩子没了，我也要死了，一切都是我咎自取，对不起。林夏的瞳孔逐渐涣散，手臂无力地倒下，彻底没了动静。我看着他的尸体，心中不再动。曾经的林夏已经死了，现在的也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彻底死透了。我没有埋葬林夏，就把他的尸体留在了冰冷的泥水里。对于一个出卖我、毁了我一生的女人，这是她应得的下场。我在大雨中漫无目的地走了整整1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我已经站在了本市最大的24小时地下钱庄门口。我已经不想逃了。3年前的我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底层废物，现在的我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我要让他们整个沈氏帝国给我爸，给我这3年的屈辱陪葬。我用200万现金在地下钱庄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买了一部加密卫星电话和一些特殊的装备。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我突然想起了在水云间火灾时从轮椅旁顺手带出来的一把造型古怪的黄铜钥匙，那把钥匙上刻着恒通金库的标志。我立刻离开钱庄，打了一辆车前往恒通金库。在2位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打开了金库大门。我进入门内，找到对应的保险柜后，用黄铜钥匙和苏兰之前在按摩时无意中透露过的生日密码，打开了那个尘封的保险箱。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支录音笔和一份泛黄的文件。我戴上了耳机，按下了录音笔的播放键，里面传出的内容让我脊背阵阵发凉。那是沈氏集团历年来行贿、洗钱，甚至雇凶杀人的所有铁证，每一笔账目，每一个被害人的名字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苏兰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早就把沈家所有的致命把柄都捏在了自己手里，作为保命的底牌。只需要把他们寄给专案组，沈家就会在3天内灰飞烟灭。就在我准备离开金库，结束这场闹剧时，我刚办的加密卫星电话突然震动了起来。我接通电话，没有出声，听筒里传来一阵漏风、沙哑的声音：“瞎子，你拿了我的东西。”这突如其来的陌生电话将我吓出一身冷汗，电话差点掉在了地上。只因电话的另一头竟然是苏兰，她居然没死，甚至还找到了我卫星电话的联系方式。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苏兰，你没死！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的质问道。水云间那场大火
我亲眼看着他被高浓度精油包裹成一个火球，身体被烧穿，整个人都没了动静，甚至没跑出火灾，怎么可能还活着？来西郊废弃精神病院地下2层，带上我的东西，不然我现在就把你3年前买凶杀人的伪证寄给警察。说完，苏兰挂断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将一把锋利的战术匕首藏进袖口。我不知道苏兰想做什么，但我不得不赴这场死人局。西郊废弃精神病院到处透着荒凉的气息，杂草丛生。我进入院内，径直前往苏兰指定的地方。苏兰既然能找到我，那我怎么躲都没用。精神病院地下2层弥漫着福尔马林和腐肉的味道。我看到了苏兰，她浑身裹满渗着血水的纱布，看起来就像一具木乃伊，是她之前的保镖拼死把她从火场里抢出来的。苏太太，命真大呀！瞎子，你以为你看到了沈家的全部秘密？你以为沈耀邦绝育了？沈浩是个野种吗？苏兰突然爆出一个推翻我所有认知的秘密。体检报告是我亲眼看到的。苏兰疯狂地大笑起来，扯动了烧焦的声带，咳出一大口血。那是我伪造的。当年，沈耀邦为了吞并我娘家的产业，强暴并杀死了我的亲妹妹，而沈浩，就是我妹妹被强暴生下的骨肉。我彻底傻眼了，此刻只觉得荒谬至极。我把我妹妹的孩子抱回来，骗沈耀邦是我的儿子，然后我买通了所有的医生，伪造了一份绝育报告。我要让沈耀邦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是个戴绿帽的绝户，我要让他厌恶沈浩，又要让沈浩恨透了他这个禽兽父亲。我花了20年，就为了看他们父子今天自相残杀。沈浩真的是沈耀邦的亲生儿子，而苏兰这个忍辱负重20年的毒妇，用一份假的报告让他们互相残杀。可惜，沈浩这个废物竟然被林夏那个贱人迷了心窍，提前对我下毒。瞎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明晚就是沈氏集团20周年慈善晚宴，全市的媒体和高官都会去。他用缠满绷带的手递给我一个黑色的遥控器。我已经在晚宴大厅承重柱里埋了大量的 C4 炸药，你拿着录音笔里的证据去现场，在所有媒体面前揭发沈耀邦和沈浩的罪行。一旦他们狗急跳墙，你就按下按钮，让他们下地狱。既然没活路，那我不介意当疯子。成交。是时候掀桌了。第二天，我花10万块找当地最好的造型师，剪掉了杂乱的头发，刮干净了胡茬，不再遮掩面貌，同时花了30万定制了一套阿玛尼高定西装，一切只为今晚最后的演出，一切只为我自己。我走出了商场，随手将戴了3年的墨镜丢进一旁的垃圾桶里，坐上车前往目的地。从此刻开始，瞎子阿哲将不复存在。我陈岩回来了，今晚是一场赴死之宴，我要让沈家所有的罪恶在这场晚宴上绽放出最绚烂的血色烟花。百悦酒店的顶层宴会厅金碧辉煌，衣香鬓影，全城的政商名流和几10家媒体都在关注这里。经历了昨晚那场生死火拼，两人依旧是父慈子孝的嘴脸，豪门的伪装简直比我的墨镜还要厚。接下来有请沈氏集团董事长沈耀博先生致辞。就在沈耀邦拄着拐杖准备起身的瞬间，传出一声巨响，我一脚踹开了宴会厅的大门，大步流星的朝里面走去，目标明确，无视在场的其他人。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的身上。我没有戴墨镜，没有拿王杖，一双眼睛亮得像淬了冰的刀刃，径直走向舞台。沈浩一眼就认出了我，立马厉声喊道：“谁让这人进来的？保安，怎么回事？把这个要饭的赶出去！”四面八方冲出几个黑衣保镖，如狼似虎的扑上来，将我包围。我却面不改色：“谁敢动一下，整座酒店的人都得给沈家陪葬！”宴会厅瞬间死寂。接着爆发出恐慌的尖叫，沈耀邦死死盯着我。瞎子，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走到主桌前，看着这对父子，心里不再惧怕，缓缓开口道：“沈董，又见面了，重新认识一下，我叫陈岩，我不瞎也不叫瞎子，今天我是来给你们送终的。”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直接将那只录音笔接进了宴会厅的音响系统。录音笔里，沈氏集团的罪证被一一列举，台下的媒体记者疯了，快门声响成一片。关掉！
给我关掉！沈耀邦咆哮着向我走来，想要摧毁录音笔，却被我一脚踹在断腿上，惨叫着跪倒在地。陈岩，你以为你赢了吗？老子今天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本来就绝育了，他不死我也拿不到1分钱。看着沈浩破罐子破摔，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怜悯地看着他，沈浩，你可真是个可怜虫。我按下了遥控器，苏兰出现在了屏幕上。沈浩，你不是野种，你是沈耀邦强暴了我亲妹妹生下的亲骨肉。沈耀邦的绝育报告是我买通医生伪造的，我就是要看着你们这对禽兽父子为了不存在的财产互相残杀。台下的媒体和记者面面相觑，愣神的同时没忘记疯狂记录。沈耀邦瘫坐在地上，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沈浩原本狰狞的表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同样变为不可置信。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们。当苏兰的声音落下，整个宴会厅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死寂。你是我亲儿子。他像防贼一样防了20多年的野种，竟然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而他昨晚差点亲手打死他。这不可能！我是亲生的，我杀了自己的孩子，昨晚还想杀我自己的亲爹。就在这时，宴会厅侧门突然被推开，保镖推着的苏兰进入了宴会厅。陈岩，你这个蠢货！你以为我会把真的引爆器交给你？你手里的不过是个玩具！你们今天全都要死在这里！我要沈家断子绝孙！苏兰果断按下按钮，1秒、2秒、3秒，宴会厅里没有任何爆炸发生，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苏兰愣住了，宴会厅安然无恙，他茫然地环顾四周，疯狂地连续按压按钮，但炸药毫无反应。苏兰越来越急躁了，看着苏兰那急切的样子，我冷笑一声，走到他面前。苏太太，你以为我会信一个疯子？我花了100万，在进门前就让地下钱庄的雇佣兵开启了军用级的信号干扰器，你的遥控器现在连个屁都蹦不出来。苏兰的计划彻底失败，他露出的一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苏兰发出绝望的惨叫，吐出一口血，死死瞪着天花板，彻底断了气。与此同时，几十辆警车已经将酒店包围。我在进门前就把所有的证据原件发给了专案组。沈浩看着死去的苏兰，又看了看越来越近的警察，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笑。他猛地捡起地上的枪，对准了还在发呆的沈耀邦。跑不掉了！既然我是亲生的，爸，我们一起上地狱吧！2声枪响，沈浩打穿了沈耀邦的胸膛，随后将枪口塞进自己的嘴里，后动了扳机，鲜血溅在我的皮鞋。曾经不可一世的沈家，在这个夜晚彻底死绝。我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沈耀邦的尸体上，算是给沈耀邦最后的体面。而后警察冲进大厅，控制现场，安抚人员。我趁乱离开了现场，从专属的消防通道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百悦酒店。走到外面的街道上，雨已经停了，城市的霓虹灯依然璀璨，仿佛刚才那场豪门血案根本不存在。我拿着海外资产的黑卡，我爸的仇报了，林夏的债清了，瞎子阿哲也死在了那场大火里。我点燃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不用装了，我知道你看得见。我对过去的自己做最后的告别，而后引入了这个城市最深的夜色中。